2017年，浙江女首富何巧女高調宣布要給美國捐款15億美元。然而僅僅過了1年，何巧女公司就被爆出在國內負債200億。這錢去了哪裡？背後又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說起何巧女，當年她也就是個名不見經傳的賣花女，但從1990年至1994年進入園林行業這期間，短短4年，她就積累了100萬資產，成立自己的企業，成為100萬富翁。那麼在這幾年內，她到底有何機緣，才讓錢變得這麼好賺？1966年，何巧女出生在浙江金華一戶普通家庭，只靠父親的花卉苗木生意養家糊口。或許從小就受父親影響，高中畢業那年，何巧女報考了北京林業大學。1988年，22歲的何巧女從大學畢業。幸運的是，畢業包分配的年代尚未成為過去，她被分配到杭州林業局。但是何巧女卻不甘心終其一生在此埋沒，她向往國外，想出國深造，於是果斷辭去林業局的工作，攻讀外語，為出國做準備。可惜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她沒能出國。不過所學來的流利英語卻成為她成功的契機。工作沒有了，出國願望也落空。那段時間，何巧女就在家給父親幫忙。1990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何巧女隨父親前往北京參加盆景展銷會。展銷會上不僅有國內商客，還有國際友人。何巧女憑借自己流利的英語，專挑外國友人推銷自家盆景。本想小試牛刀，卻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結果。這一趟北京之行確實讓她小賺一把。不僅把帶過去的盆景賣光，還發現自己異於常人的口才天賦。初次嘗到甜頭，何巧女決定要在賣花的路上越走越遠。此後，她就在浙江老家和北京兩地來回奔波，從老家拉盆景到北京售賣，或者推銷給星級飯店。自家盆景供不應求時，她就從花卉批發市場大量进貨。很多星级飯店都很看重这位既有專業水平又會講英語的姑娘，所以把有關園藝方面的義務交給她做，卻不曾想她竟能在其中發現新的商機。因為氣候和養護技術的缺失，何巧女立即想到了提供這方面服務的想法，於是她很快便成立了園藝藝術服務部，不僅售賣盆景，還提供盆景後期養護。公司逐漸擴張，她也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於是她又成立了東方利和景觀設計公司，並在各地設立分院，全國大規模招聘優秀的園林設計師。那年他正好又抓住了房地產行業高速發展的紅利，與房地產方合作，參與開發景觀園林設計與培養。漸漸的，何巧女在該行業站穩腳跟，公司的注冊資金從15萬漲到500萬。而讓他身價暴漲是與李嘉誠那次合作。1994年，何巧女聽說李嘉誠正在籌建當時國內最大的項目東方廣場，於是他就想方設法與李嘉誠的設計團隊取得聯繫，並順利拿下東方廣場園林的所有項目。最終他也不負眾望，憑借所帶的優秀團隊，為東方廣場園林設計出獨樹一幟的風貌。此後，何巧女和她的設計團隊成了業內眾所周知的對象。而此時，何巧女公司產值已經高達1億元，成為業內的佼佼者。然而，這只是何巧女成功之路的開始。她公司能快速發展，離不開與政府的合作。2006年，何巧女帶着設計團隊參與了一個國企項目——國賓館金雞湖大酒店。為了保證高質量完成這個項目，何巧女帶着整個團隊嘔心瀝血，將國賓館的園林設計出超高水準。項目完成後，何巧女也因此在國內獲得許多設計大獎，同時也為她吸引了更多城市的園林訂單。許多市政機構慕名而來，主動找她合作。項目大到機場、運河，小至公園等等。2008年奧運會，她更是攜帶團隊參與了運動場館的花卉藝術打造，並被奧組委會評為先進單位。一時間，何巧女風光無限。2009年，何巧女帶着她的公司上市，成為中國園林業首股。直到2015年，何巧女的身價就超過190億，
登上胡潤女富豪榜第9位。截止2017年，她的身價就高達300億。至此，何巧女從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賣花女，搖身一變成了女首富，是與董明珠並列的存在。也正是這一年，她突然在媒體上高調宣布，將拿出15億美元捐給美國，用來保護當地快滅絕的野生動物。此言一出，國外媒體爭相報道，國外網友紛紛拍手叫好，同時也好奇，這個柔弱的中國女人怎會如此財大氣粗？要知道15億美元可不是小數目，那可是96億人民幣。而在國內卻炸了鍋，何巧女此舉引來無數質疑。為什麼捐給美國而不捐給中國呢？難道中國就沒有野生動物嗎？輿論肆虐之下，不少網友高喊，一邊大肆舔着美國，一邊在國內詐捐，實在令人不齒。那麼詐捐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自從何巧女富起來後，慈善事業卻沒停過。她曾捐4000萬給自己母校北京園林大學，用於培養優秀園林人才，還曾捐助6000萬給國家用於治理土壤和水污染。為了保護我國瀕危鳥類，她曾捐出1億。2012年，何巧女還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致力於環保事業。15年時還公開表示要拿出7630萬只股票捐給基金會，而這些善舉也為她贏得了極大的口碑，被人稱為中國女首善。但不知是不是承諾捐款數額太高，何巧女的公司一時拿不出來。曾有人統計，何巧女多年來向外界公開承諾捐款數額達190億元，但實際上拿出來的只有4億，這似乎有着詐捐的嫌疑。不過當初大眾對她是寬容的，很少有人拿此事做文章。但是自從何巧女公開承諾給美國捐96億後，此事常常被人詬病。此後事情越鬧越大，何巧女不得不出面來回應稱，答應捐給美國的96億會分7次逐年捐出去，但到底捐了多少，並沒有人知道。然而此事才過去1年，園林企業又傳出負債200億的消息，這極大的反轉使人摸不着頭腦。一邊高調宣布捐款，一邊又負債上百億，這錢去了哪裡？是給美國捐款把自己搭進去了嗎？在網友深扒下，人們發現原來何巧女到處宣布捐款的背後，公司早已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早在2013年，何巧女和政府部門合作後，東方園林參與了不少市政項目建設，這個項目被稱為 PPP 模式。通過這個模式，何巧女可以拿到很多訂單，而政府可以依托企業減少財政投入。本來是雙贏模式，但是還是因為何巧女所簽的訂單太多，公司墊付大量資金，導致資金周轉不足。而起初何巧女對此並沒有很重視，還意識不到危機。再加上何巧女在外承諾太多的捐款款項，最後導致何巧女一直用借貸方式維持企業運轉。然而這個窟窿越來越大，到了2018年，東方園林借貸數額已經高達200億。這個時候距離何巧女宣布給美國捐15億美元僅僅過去1年。2019年，園林公司徹底支撐不住，開始大量裁員，甚至爆出拖欠員工工資。曾經代表一個時代的企業竟落到這番境地。所以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何巧女會在捐款道路上一去不復返呢？雖說給社會捐款造福百姓是一件值得稱讚的事情，但是在公司已經負債的情況下，何巧女還大肆高調宣布捐款，實在不可取。大有只為虛名不計後果的架勢，也着實令人不解。或許我們能從他和比爾蓋茨的那次談話得到一絲答案。2014年，何巧女有幸與比爾蓋茨會面，那時比爾蓋茨對他說，世上有些事情政治家能做，有些事情企業家能做，而有些事情只有慈善家能解決。我現在怎往這個方向轉變，並已經在路上了。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樣，當企業家和慈善家一起努力時，世界才能更加美好。這番話似乎點醒了何巧女，讓她深受啟發，以至於她在2015年的一次會議上
還提到此事，並表示將自己的後半生都用來做慈善。這麼看來，他做慈善的心並非只為了虛名，而是發自內心，只不過做得有些盲目，公司又急於擴張，不知該說他太過自信，還是野心太大。在資金鏈斷裂的情況下還豪橫捐款，事情走向大大超出了可控範圍，已無法挽回，最終暴雷落得失敗下場。2012年時，何巧女名下各類財產被法院強制拍賣。2022年5月，據最新消息，經證監局對何巧女出具了行政監管措施，並記入了誠信檔案。如今看來，昔日的女富翁變成了女富翁，何巧女时代成為過去，就是不知她會不會為曾經不切實際的豪橫捐款和極度膨脹的野心而後悔。對此，你怎麼看呢？